大富山森林公园，刚才我就打算骑到公园里面去了。这段时间狂风暴雨的，但是莲花还是挺丽的，还是以非常美好、非常优雅的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它肯定是来要吃的，嘿嘿。这里有一条河中的栈道，我们在这边欣赏一下两边的湖光山色。我是从西线骑上来的，现在从中线骑回去。嗨，大家好！回到广州以后，经历了2天酷热的天气，气温达到37、8度，体感温度据说做到了45度了。但是昨天晚上开始呢，就连续下雨了。不是说一天24小时就下雨，而是说差不多1个多礼拜的天气预报，天天都是有下雨的机会。昨晚就下了很大的雨，但今天早上起来呢，发现地已经基本上干了，所以感觉还是后来稍微骑行一圈打算去到村外，但也不是很远。好，现在呢，骑出了祈福新村了，祈福大道这个大门。有2个礼拜没有回广州了啊，就感觉多多少少又有了一些新鲜感。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祈福大道这个前面路口这个地方右侧在建一个体育公园，当时轰轰烈烈讲得很好，后来就没有声音了，停在那个地方。那最近不知道还会不会继续推进。好，现在呢，我从祈福大道转到中运路上。现在早上相对还比较凉快，现在看看能不能去到哪里去转转。刚刚想着这个天气还是比较阴沉，应该下午就要下雨了。现在已经11点多钟了，出来有点晚了，所以打算还是就近转转拉倒了。所以基本上就打算去到大富山公园里面。已经是盛夏时节了吧？看看大富山公园里面的莲花开得怎么样了。从上海回到广州虽然都是大城市，而且呢，我居住的区域也有相似之处，都是靠近城市的边缘。两边的这个自然环境还有就是人文的一些东西还是相差甚远。当然天气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不过夏天的反正到处都热。现在骑行在中运路上，这边呢就完全是城乡结合的这种光景。
但是在前面大概应该不到1公里地方就会有一个可以骑行的公园，叫大富山公园。当然徒步去爬山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那这个里边呢，就是附近的一些市民经常来光顾健身的地方。现在这种称之为公园地方能够推着单车到里面去骑行的这种地方已经很少了，所以这边还保留着这么一个公园。当然了，在番禺这个地方可以骑行的地方是很多的，尤其是江岛，像我们之前去过很多次的大刀沙岛、关龙岛，还有海鸥岛，还有珠江边上大学城里、生物岛上等等。总之这边可以骑行地方非常之多的。可是呢，在酷暑时节气温如果超过了30多度，那我觉得并不适合骑行，尤其对我们这种上了年纪人来讲更是不友好。所以呢，不要与天斗更不要与人争，这还是随遇而安吧。骑不了车呢，就走走路；走不了路呢，在家里活动活动也都是可以的。好，现在我去过马路呢，对面那片绿色葱葱的地方是大富山公园了。看来昨天雨下来不小，这个路面上很多地方还积着水。大富山森林公园，刚才我就打算骑到公园里面去了。看来还是不少人到公园里面来休闲活动特别是带着小朋友的老人家、父母们这个大富山公园呢，是一片山路，就有很多高处也有很多坡需要爬。当然每个人可以量力而行，去走一些自己合适的路来骑行或者散步。左侧这边有广州亚运林，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是为了当年广州办亚运会的时候建的一批树林，现在这些树都长得很大了，这属于广州比较温暖的气候，多雨的天气所以这边的树木的不用去怎么打理，都会长得很好。左侧呢有一条南北主路，也就是说爬坡，然后从北门去到南门的一条骑行道，当然也可以是一条漫步道。这边还有一条叫西线路。这里是一座桥，两边呢都是小湖，
侧也有一片湖区，是一个大的莲池。在那边这些葱茏的树木底下，我们也来站一站，看看这个池塘里面的这些荷花。虽然并没有遮满整个湖面，但确实也开了几朵非常灿烂的莲花，还算美的吧。你看，这边延绵过去，还是很大一片。这段时间狂风暴雨的，但是那个莲花还是挺立的，还是以非常美好、非常优雅的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这就是我今天想要来的地方，就是来看看莲花。广州这边呢，还是有很多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首先，当然就是那种绿植，全天候，一年四季基本上都是翠绿的，这个是别的地方所不具备的。你看，这里最厉害的这种树木的根就是榕树根啊！你看到这个榕树根盘根错节啊！这些榕树，如果你没有人为的干扰的话，它经过几十年、几百年，它就会垂下那种气根，就会扎到土里，慢慢就形成另外一些枝干，最后就会连成一片。新会那边有一个小鸟天堂，就是一个岛上啊，据说就是有一棵榕树慢慢繁衍，最后经过了多少百年，变成了一整片的榕树林，就覆盖了整个小岛。我们在这边来看看这些莲花，不知道季节的问题，还是今年这个莲花好像没有像以前那么满了。虽然还是有很多莲花开的，但是数量上来讲，比往年好像稍稍的少了一些。我记得这几棵树呢是莲雾树啊，但今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莲雾还没长出来吗？已经有一些莲雾还没长大。你看前面这棵树上就结了不少莲雾，还比较小。看这几天的大风啊，吹落了一地的树叶。两个小女孩还是很勇的。又来了一位。
你看这些小孩子现在都有自己的单车，而且从小就爱运动，我觉得长大以后身体应该是棒棒的。好，我们在右侧这边又遇到了一片莲花池。这是一片面积不是很大的水池，但是也是因地制宜的种了不少的莲花，就感觉有很多莲花已经枯萎了，我怀疑这已经有点过了吧，都已经开始谢了。我现在碰了。这边也有一片小湖，但是里面啥也没有。从这边可以看到后面的青山，有望过去风景还是不错的。我们到里面随意的去转转吧。看来这边并没有路可以进去。现在我骑行的这条路呢是西线路，刚刚遇到过中线，应该还有一条是东线吧。虽然现在没有下雨了，气温也还过得去，28度左右吧，但湿度很大啊，也感觉发不了汗，身上黏黏的。我这个车呢，只有2速变档了，像这种比较陡的坡呢，爬起来是比较吃力，所以我也不要挑战了，推着车走一段坡道吧。这车上了一个大坡，这回路稍微平一点了，我们再向前面骑一段。这个山道上骑行的人其实不少啊。
我看到右侧的小湖里面也有很多莲花，是那种比较小瓣的，贴在水面上的睡莲。七盏灯睡莲池。我们走进来看一看这一片睡莲啊，这边的这个莲花虽然小一点啊，但它这个长得比较满满的覆盖着这片小湖，这边就稍微稀疏了一点。这座木桥的对面，前面是一条石板桥。你看，前面就是七盏灯水库了。就这边还是有一些莲花开的。好，我们继续往前走一下吧。看到不少住在附近的韩国人也来爬山。走了，别坐了，别坐。右侧有一个休息的地方。下来这个台阶，我们到湖边的栈道去走走。哇，今天的水库的水比较满了，你看差不多都没到了栈道边了。这个水库里面也有黑天鹅，它肯定是来要吃的，嘿嘿。看来它应该很聪明啊。在很多城市都是企业，人一旦失去了灵魂，就会手足无措，非常失职。这就是大夫山山顶上的一个水库，叫七盏灯水库。今天滔滔湖水啊，充盈的很满，几乎都没到了这个栈道边了，离栈道也就是半尺都不到的。端午节快到了，在广东这边，尤其珠江三角洲有一个说法，就是一直会下很大的雨，称之为龙舟水啊。所以这段时间呢，下暴雨是很平常的事。当然也会造成很多街道震水啊，造成一些次生的灾害。但这边人都已经习惯了，好久没有来这条栈道上来走一走了。就天气还是有点闷热，加上刚才骑了一阵车，汗发不出来，并不是特别舒服。但是在栈桥上走走，看看水库两边的风景啊，还是感觉很满足。这是荔枝树。哦，掉了满地的荔枝。
好，我们继续回到山道上来骑行。现在我转到了七盏灯大坝上来骑下。这就是这个七盏灯水库啊。这里有一条河中的栈道，我们在这边欣赏一下两边的湖光山色。没想到太阳都出来了，看来不会很快就下雨了。这边有一片空旷的地方。今天我们就不去挑战更多地方了，从这边打算原路返回。这条是南北走路。这是我刚来过的七盏灯大坝，先从这边准备往回骑了。这里有一个平台啊，写着大富山志愿服务会客厅。往返骑行在山里面啊，空气非常新鲜，听着树林里的鸟叫声，看看两边的绿色的景色，真的非常美的一种骑行状态。右侧是一处休息站啊，也有便利店。如果大家想要停下来休息一下，也可以买点饮料什么的。然后不是有4个2吗？然后我们谁打2的？北门方向。推着车上了一个大坡。我是从西线骑上来的，现在从中线骑回去。
不知不觉呢，已经骑了差不多1个来小时了。因为我的摄像机已经拍了2段了，每一段呢是29分钟。我们现在从高处顺坡溜下去。骑这种山路呢，最好的就是春秋包括广州的冬天也是不错的季节夏季呢实在是有点吃不消主要是出汗太多，而且像今天这样的湿热、气压低，就不是特别舒服，所以我们也从善如流。今天有些坡呢就没有勉强的往上骑了，退一段我觉得也没有关系。最近起码这1个多礼拜每天都是有雨的天气预报所以可能外出骑行的机会会少一些，只能见缝插针，抓住一些不下雨的时段呢出来骑一下。那像这种地都是湿的就还是要注意下坡打滑，我们只能放慢速度好了，现在呢我骑出大富山这个公园的北门，从这边呢走到中运路骑回去。那我们就在这边结束我们今天这一段的骑行这也是我回到广州以后的第1段的骑行。未来的这些天里面要看看这个天气如何，如果持续下雨呢，那也只能搞些其他的活动。那好吧，那我们看天气情况改日出行再跟大家见面，再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再见，拜拜。